第126章大手笔。主卧室的小阳台上，道恩·唐泰斯形象的克莱恩站在栏杆后面，静静的着看辛德拉斯男爵的豪华马车一点点远离。他的脑海内依旧回荡着对方刚才的话语，感觉考伊姆公司股份收购案从一开始就潜藏着阴谋。于辛德拉斯男爵而言，考伊姆公司虽然很有潜力，发展前景光明，但目前的价值还局限于贝克兰德，受制于各种条件，并不值得一位大银行家如此重视，摆出一副绝不放弃控制权的架势。要知道，他就算没能成功，也只是赚多赚少的区别，不至于亏损。对卖家卡隆来说，受到外在压力抛售股份换取现金很正常，不太愿意卖给保守党前代辛德拉斯男爵也很正常。可问题在于，作为一名商人，面对一件不算重要的生意，价格相近的情况下，确实可以考虑政治倾向，有可能获得极高溢价时，却没道理去拒绝。然而，他刻意抢在辛德拉斯男爵开出最后报价前，急匆匆就与道恩·唐泰斯完成了交易。看起来似乎霍金棒有仇，或者极端仇视保守党，而这不符合当前的政治风气。鲁恩王国内部还没有割裂到这种程度。看起来有谁在逼迫辛德拉斯男爵做这件事情，而又有人借此设计陷阱，用卡隆那3%股份为诱饵，以我做遮掩，引辛德拉斯男爵入局，希望达成某个目的。克莱恩望着夜色下的根根煤气路灯，于心里感慨了一声。根据他的猜测，如果他今晚没有发现问题，没有直接派人去找辛德拉斯男爵，那后续肯定会因种种看似确凿的线索身陷囹圄，而等到军方或黑夜教会插手，证据会毫无疑问的出现反转，指向辛德拉斯男爵。这个过程中，辛德拉斯男爵只要出现一点误判，将道恩·唐泰斯视作幕后阴谋者的同伙，采用较为激烈的手段来对付，那就会为自己的结局钉上最后一根铁钉。至于幕后是谁，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克莱恩无从猜测，只能确定一点，那就是玛丽夫人应该也不清楚真相，仅仅被人利用了保住考伊姆公司控制权的急迫心理。总之，他还没有那个资格深入参与这种层次的阴谋。环境保护、新党、保守党、银行家、收购、陷害，一个个名词在克莱恩脑海内窜出，让他仿佛透过贝克兰德目前的平静，看见了水下潜藏的一个个危险漩涡。他们早就存在，并没有因大雾霾而平复，甚至有部分就属于那次事件的延伸。这种交织在一起，混杂越来越紧绷的国际环境，让克莱恩油然想到了一个单词：变革。这一秒钟，克莱恩似乎嗅到了暴风雨来临的气息，再加上末日预言，不知道有多少混乱和疯狂在暗中酝酿。我目前的重心是从军方入手，调查清楚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的真相。若卷入这个漩涡，大概率将有不必要的麻烦，也许会因此暴露出自己的序列实力，无法再继续扮演道恩·唐泰斯。克莱恩收回目光，已是有了决断，那就是尽快脱身出去。至于辛德拉斯男爵的安危，他并不担心，一是对方背靠保守党，有自己的势力，警觉起来的情况下很难再被陷害；二是克莱恩和对方没什么交情，能顺势提醒一句，已经算是品格高尚了。而卡隆死亡的真相，他没那个资格调查，只能选择相信职业者们经验丰富，办法众多，有机会找到真正的线索。该怎么脱离这件事情呢？只要那3%股份在我手里，就意味着我将始终处于舞台中央。让玛丽太太提前回购很难，她应该还没那个资金。卖给辛德拉斯男爵，违背承诺和合同。克莱恩念头纷呈间，逐渐有了个想法。他脸部肌肉莫名出现了点扭曲，旋即又释然了下来，因为他要做的是他之前想做而没能力做的事情，而且这同样有利于他树立形象，更好的进入上流社会。有大阳台的隔壁房间内，休和福尔斯一个注视着街道和花园，一个望着半藏于层云后面的红月，很久都没人说话，直至道恩·唐泰斯那边的灯光熄灭，福尔斯才转头看向好友，颇感兴趣又带着明显感叹的说道：做富翁也不容易啊，如果是你，也许3天就破产，被送进监狱了。休瞥了他一眼道：我可以请厉害的管家、专业的律师和有能力的商业秘书帮忙。福尔斯没再打击对方，转而笑道：如果是我，我会全部换成银行存款、国家债券和房屋店铺，依靠他们带来的年金收入维持足够体面的生活。他话音刚落，就看见休微微皱起了眉头，将目光投向了这栋房屋的1楼位置。怎么了？福尔斯的精神突然紧绷。
修专注体会了几秒道：我的灵感告诉我，有黑魔法方面的物品或事情出现，治安官一大特点就是，当距离足够近时，能侦查感应到与邪恶、混乱、疯狂相关的未作屏蔽的事物。黑魔法，福尔斯也算是资深非凡者，对此并不陌生。严格来说，不通过7位正神的都是黑魔法，包括那些像隐秘存在气球的仪式魔法。而一般意义上，黑魔法特指利用血肉、毛发和各种古怪事物施展的奇异法术，部分涉及邪神，部分源于本身非凡能力，部分依赖材料本身的灵性和正确的象征符号、魔法标识。修郑重点头道：对，就在1楼，我打算去看一看，你留在这里保护唐泰斯先生。福尔斯沉默了2秒，一点也不啰嗦的颔首道：好。等到修离开有大阳台的半开放房间，他从暗袋内取出了那本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准备一有不对就立刻采取行动。另外一边，修身形敏捷，脚步轻快地下到了1楼，循着感应抵达了其中一个房间外。确定目标就在里面后，修怔了一下，表情逐渐变沉。如果他没有记错，这房间应该属于雇佣他的那位管家瓦尔特。就是这么一个愣神的时间，那刺激到他灵感的黑魔法物品或事情消失了。房间内一片平静，似乎从未有过异常。修忙将耳朵抵至门上，仔细听了听，确认里面还有人类的呼吸声存在。等待了一阵，见管家瓦尔特未做任何行动，他一脸疑惑地返回至3楼，对好友福尔斯讲述了刚才的发现，末了道：是当做什么都不知道，还是想办法提醒唐泰斯先生。福尔斯想了想道：也许管家先生并没有恶意呢，再观察一下吧。表明态度后，他啧啧感叹道：不得不说，道恩唐泰斯先生真是个可怜的家伙，不仅被人利用来陷害辛德拉斯男爵，差点冤枉坐牢，名声受损，身旁还跟着个有研究黑魔法的不知意图不知好坏的管家。哎，希望他不要因此丢掉生命。在这方面，他只是个无助的普通人。修认同点头。等这3天过去，如果我们还无法确认管家先生的意图，那就留张纸条给他，做下提醒。第2天上午，用完早餐的克莱恩表情如常的看了管家瓦尔特一眼，带着贴身男仆理查德森出门，乘坐马车前往圣塞摩尔教堂。听完布道，做好祈祷，克莱恩未做捐款，直接找到了埃莱克特拉主教。有什么事情吗？这位主教虽然正因扎尼斯门被人潜入承受着很大压力，但面对信徒时还是相当和善。克莱恩微笑说道：我最近经历了一些事情，愈发认识到自己的内心不等埃莱克特拉主教询问，他自顾自往下说道：我想建立一个针对平民的助学基金，希望能得到教会的帮助。我会将手上的考伊姆公司股份放入这个基金，用它根据合同能获得的全部资金来启动这件事情。埃莱克特拉主教听得差点呆住，因为这绝不是一笔小数目。虽然道恩唐泰斯购买那3%股份究竟花费了多少钱，外人无从知晓，但都听过相应的传闻，相信在1万金镑以上，并且后续的收益不会低。而当初的玛丽夫人受到不少有身份男士追求时，总资产也才几万镑，所以道恩唐泰斯一下捐出1万几千镑，绝对称得上是大手笔。整个黑夜教会除了遗嘱指定类型获得的单笔捐款里，数目比这高的，一只手掌都能数出来，这是配得上任何称赞的行为。埃莱克特拉主教由衷说道。不过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克莱恩含笑回应道。对我来说，这确实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但还可以承受，不会影响生活和生意。埃莱克特拉主教笑容逐渐和煦，点了点头道：女神必会注视你。听到这句祝福，克莱恩的表情险些僵住。埃莱克特拉主教继续说道：我会汇报给大主教阁下，争取为这个基金举行一次慈善晚宴。到时候我们会邀请各个领域的女神信徒，包括几位大贵族和他们的家人，看是否还有人愿意参与。他很清楚道恩唐泰斯一直试图进入上流社会，所以故意点了下大贵族。第127章新的蘑菇。未来号船舱底层，漆黑无光的环境里，弗兰克里点燃一根蜡烛，照亮了摆满血肉、蘑菇、小麦和鱼类的长桌。他随意推开这些事物，清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刚好能容纳一张信纸的空间。紧接着他铺好信纸，拿起钢笔，表情振奋地写道：我亲爱的朋友戈尔曼，很高兴你觉得上次的干蘑菇不错，
也许它比我想象的更加有用。等到空闲下来，我会重新再审视它的。因为全身心投入到了你提及的那个实验，我已经停止了它的制造。之前的大多数也被妮娜抢去烧掉，只剩最后3个，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最新的产物，一种能在黑暗环境下依靠吞噬血肉生长繁殖的蘑菇。它有3个分类，一种杂交了小麦，可以磨制成蘑菇粉，用来生产面包；一种有混合奶牛的特性，可以榨取牛奶；一种和鱼类交配，能带来清新的口感，具备厚实紧密的肉质。需要注意的事情是，绝对不能生吃，必须用9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煮至少5分钟，以灭杀活性，否则不管它们变成什么样子，都会主动的吸收周围的血肉，包括人类的脏器。还有一点，它们无法分辨什么是正常的血肉，什么是怪物的血肉，也无法针对后者做出有效处理，会积累相应毒性或疯狂。我感觉它们会因不同种类的怪物血肉发生不同的异变，产生不同的危害性，但无法得到证实，因为我缺少足够的怪物尸体做研究。如果你有在冒险中获得，请一定寄给我，我只需要很少的分量。至于是否还有别的问题，我也不太清楚，这还属于半成品，无法进行更多的尝试和观察。愿你一切顺利，冒险丰收，你最真挚的朋友。弗兰克里放下钢笔，弗兰克从头阅读了一遍回信，满意的将它折起，找出一枚金币，压在上面。他迅速布置起召唤信使的仪式，准备诵念咒文。就在这个时候，他下意识环顾了一圈，愣了2秒，然后弗兰克将堆在附近的泥土全部搬到了门外。皇后区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奥黛丽正躲在自己房间内，注视着手中的玻璃瓶，瓶中装着透明无色的粘稠液体。她安静时就像镜面，能完全映照出范围内的所有事物，出现起伏时则有一个个很小的漩涡在表层之下无声转动。这正是刚调配成功的催眠师魔药。奥黛丽已消化完心理医生魔药，计划在贝克兰德的心理炼金会联络他前晋升至序列6。使用安抚调整好精神状态，奥黛丽轻咬了下嘴唇，抬高玻璃瓶，将魔药咕噜灌入了口中。短暂的冰凉后，她忽然感觉自己的意识爆炸了，身体仿佛也受到浸染，变得有些虚化。这一刻，她的精神体、心灵体和以太体似乎都被心智体吸收同化了，整个人如同纯念头的聚合物飘荡了起来，感应到了那连接着所有生灵的无边无际的集体潜意识大海，感应到了与此相对的灵性天空。有过心理医生阶段受到惊吓的体验，奥黛丽此时并没有慌乱，始终保持着一丝清醒，克制住了融入大海的本能冲动，任由意识漫无边际的发散，又像皮筋般收缩回来。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找回了自我，看见手背布满细密的坚固的金色鳞片，看见垂于肩膀上的几缕发丝润泽沉重，如同真正的黄金铸造。这些异变一点点褪去，奥黛丽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不过，她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碧绿眼眸看似清澈，却藏着看不见底部的奇异漩涡，让看到的人很难移开视线，很容易就沉溺进去。这是灵性散逸还未完全收敛的表现。奥黛丽眉眼缓慢舒展，笑容逐渐明晰。她对着镜中的自己轻轻点头，难掩笑意的说道：“奥黛丽，你可已经是序列6了呢。”等到情绪有所平复，她才认真检视起自身，以确认获得了哪些非凡能力，发生了什么实质改变。经过一番忙碌，奥黛丽初步摸清楚了情况。第一，她的身体素质得到了相当大的增强，无论力量还是敏捷，都已超过了普通人类层次，并能于皮肤表面制造一层鳞片，较大程度的抵御和减弱伤害。第二，心理暗示出现质变，成为了非战斗领域的催眠。只要让目标的注意力真正的集中在某样事物上，奥黛丽就能打开对方的心智体之门，直接修改意识，影响潜意识。这样一来，目标将毫无察觉的遵循他的安排，做出种种有悖于真实意志的行为。当然，如果奥黛丽的安排直接危害到了被催眠者的生命和他潜意识里最重视的事物，对方会出现强烈的抗拒，导致催眠失效。另外，若目标精神强大，心智坚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抗催眠。第三，战斗催眠，奥黛丽能强行催眠敌人，让他做出反常的举动，比如攻击同伴，比如避开他这位催眠师。不过，这种催眠只能维持很短时间，
目标很快就能清醒过来，察觉到问题，并且这同样不能直接危害到对方的生命，无法让敌人自杀。第四，心理学隐身，借助对目标心智体的把握，让自身处于意识死角，从而达成明明就在面前，对方却完全看不到、感应不到的类隐身效果，很厉害了。唯一的遗憾是，还是没有直接攻击的非凡能力。奥黛丽微不可见的鼓了下腮帮子，努力收敛灵性，让自己的眼眸看起来不是那么引人沉醉。初步消除掉异常，她打开门，让苏倩进来，借助这金毛大狗的配合，熟悉起新获得的非凡能力。没过多久，她的贴身女仆安妮拿着一份请帖敲门而入道：小姐，教会将于周六晚上举行一场慈善晚会，为一个新成立的针对平民的助学基金，希望您能够参与。奥黛丽没有直接回答，转而问道：也邀请了我爸爸和妈妈吗？是的，他们也邀请了伯爵和夫人，以及希伯特勋爵。安妮如实回答道。奥黛丽点了点头，浅笑说道：告诉教会，我会参加的。还有，弄清楚那个慈善基金的具体情况，我好决定捐献的金额。晚上，英蒂斯塞伦佐餐厅，这里真华丽啊，比许多贵族的客厅和起居室都要华丽。福尔斯左右看了看，摆出一副搜集素材的姿态。他虽然参与过不少贵族举办的文学沙龙，但都是去对方家中，并未来过这种顶级餐厅。修抓了下毛糙的金发道：这是英蒂斯风格，和我们不太一样，看似华丽，但没有什么内涵。怎么会没内涵？你看，那些都是有名的油画，有名的雕塑。福尔斯故意反驳到这个过程中，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因为他们并不是从正门进入。说话间，他们找到了管家瓦尔特说的那个小包厢，福尔斯直接开门，拉着修进了里面，躲入了专属备餐间的橱柜里，等待需要保护的雇主道恩唐泰斯和他的客人抵达。你说，那3%的什么考伊姆公司股份价值多少金镑啊？闲着无聊的福尔斯随口询问道。上午时，他有和修一起进入圣塞摩尔教堂，假装祈祷，实则提供保护。修迟疑了下道：至少几千镑吧，我看那位主教非常重视，真有钱啊，几千镑说捐就捐，怎么不救济我们这种平民？福尔斯以开玩笑的方式感慨道。这时，包厢之门打开，道恩唐泰斯和马赫特议员一家走了进来，各自落座，相应的服务生也开始忙碌。修和福尔斯不再说话，边倾听外面的闲聊，边注意着周围的状况，时不时因食物的香味抽动鼻子。突然，修微微皱起了眉头，似乎感应到了什么，旋即又舒展开来，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怎么了？福尔斯凑至好友的耳边，低声问道。修摇了摇头道：没什么，我太紧绷，以至于出现过激的反应。此时此刻，克莱恩放下刀叉，表面如常的瞄了眼椅子旁边，在他开启了凝视的眼眸中，一个金发红眼、长相明艳的脑袋从虚空里钻了出来，嘴里咬着一封胀鼓鼓的信。隐约间，克莱恩仿佛闻到了牛奶、小麦和海鱼的味道，他嘴角略微抽了一下，左手悄然伸出，接住了那封信。而坐在其他3个位置的马赫特议员、利亚娜夫人和海柔尔都毫无察觉。克莱恩刚不着痕迹的将那封信塞入衣兜，服务生就走出了备餐间，为4位客人上新的菜肴，其中有2份是黄油煎蘑菇。看到这一幕，克莱恩突然有点反胃，表情变得略微奇怪，还未从衣兜里抽出的左掌轻轻抖了一下。第128张金马，还好不是我点的蘑菇，否则只能浪费这道菜了。本来已经对蘑菇没什么心理阴影了，结果刚才那封信里夹带的味道又成功让我犯病了。克莱恩的表情迅速恢复了正常，缩回左手，端起旁边的杯子，咕噜2口喝掉了里面的冰水，再来一杯。他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侧过脑袋，吩咐立在备餐间门口的侍者。与此同时，他按住腹部的衣物，缓缓起身，抱歉致意，走向了包厢的独立盥洗室。这与专属备餐间相对，分别处于大门的2侧。躲在橱柜内的福尔斯听着脚步声靠近，盥洗室房门合拢，忍不住又凑至修的耳畔，压着嗓音，语含笑意的说道：第2次了，他们进入这个包厢才半个小时多一点，道恩唐泰斯已经第2次去盥洗室了。第1次明显是小便，这次如果还是，那说明这位先生的肾脏、膀胱或者前列腺不太好啊。出来了，真的只是小便，则他平时好像也有大量喝水，
经常去盥洗室。哎，富翁也不容易啊，长得不错的富翁尤其不容易。修白了好友一眼，这和你没有关系，认真一点，专注一点，我们在做任务。还有，那位叫做马赫特的议员，保镖似乎挺厉害的，也许是非凡者，我们必须足够小心。福尔斯不得不压制住交流的欲望，缩回身体道，他们都守在门外，根本没防备有人穿墙，一点也不专业。好吧，回去再说。此时，克莱恩已走回餐桌，坐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他喝了口冰水，抿了下白葡萄酒，笑着对马赫特议员道：莱贝克兰德快2个月了，始终忙于熟悉这里的环境，一直没能开始新的事业。每天醒来都在看着金棒流出，没有一点回来。呵呵，是时候做点事情了。他用开玩笑的方式点了一下愿意掺和军火贸易的态度。马赫特议员摩挲着杯子，笑容和煦的说道：我能理解，我当初也有过这样的阶段。你大概还能拿出多少资金？我可以帮你介绍些朋友合作。克莱恩语气平缓的回应道：目前最多能抽出2万镑，你比我想象的富有。马赫特议员悠然感慨了一句。正常情况下，能一口气拿出2万镑流动资金的富翁，身家绝对以10万镑计。不等道恩·唐泰斯谦虚，他随意说道：你之前不是买了考伊姆公司3%股份吗？用它能质押出至少1万镑，这能帮你缓解资金的紧张。克莱恩顿时笑着叹了口气道：这部分股份我已经捐给教会，准备成立一个针对平民的助学基金，捐给教会了。马赫特今天还没见过圣塞摩尔教堂的牧师和主教，且人在外面，还未收到请帖，所以并不知晓此事。正想用美食的莉亚娜夫人和海柔尔也抬起了脑袋，下意识将目光投向了道恩·唐泰斯。以他们的层次，熟悉的朋友里能拿出1万镑现金的不在少数，可有能力直接捐这么多钱的，只得那么寥寥几个，而这寥寥几个里，愿意这么捐的，或许一个都没有。不，现在已经有一个了。道恩·唐泰斯对克莱恩表情如常地点了下头。如果没有女神的庇佑，我早就死在混乱的南大陆了。而我年幼的时候，若有机会上学和读书，也许人生会完全不一样。我想给那些渴求改变命运的孩子们一些希望。你的品格和你的慷慨一样让人赞叹。莉亚娜夫人放下刀叉，由衷的赞道。海柔尔也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看道恩·唐泰斯的目光柔和了不少，见父母与对方闲聊起了慈善方面的事情，他抱歉离桌，走向了盥洗室，右手看似随意的按着肚子。来到大门处，他正要转去右边，忽然扭过脑袋，望向了备餐间的那个橱柜。他的眉头轻微皱起，显露出一丝困惑，旋即收回目光，拧开了盥洗室的木门。洗手出来，海柔尔似乎遗忘了刚才的异常，摸了下胸口的项链，返回至餐桌。等到菜肴和甜品上完，晚餐结束，4人离开包厢，带着各自的仆人与外面的2位保镖会合，准备返家。就在这时，海柔尔突然顿住脚步道：我的耳钉好像掉在里面了，抱歉，等我一下。不等莉亚娜夫人吩咐侍女去寻找，他自顾自转身，几步绕过拐角，回到了刚才那个包厢。海柔尔放下捂住左耳的手掌，直接进入专属备餐间，走至那个橱柜前，将手放在了上面。他本想以极快的速度打开橱柜之门，可想了想后，还是谨慎的用另一只手握住项链，并侧过了身体，防备来源于里面的突然袭击。吸了口气，海柔尔趁着服务生收拾里面餐桌的机会，猛地一拉，让橱柜内部的景象暴露了出来。这里除了备用的餐具和桌布，什么都没有。海柔尔再次露出了迷惑不解的表情，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画面。我明明感应到这里面有很贵重的物品。他低声自语了一句，抢在侍女追赶上来前，合拢橱柜之门，走出了专属备餐间。英蒂斯塞伦佐餐厅外，福尔斯和修同时回头望了眼里面，刚才那个女孩竟然发现了我们。福尔斯颇感不可思议的低声说道，如果不是他能开门，及时从橱柜后方溜走，他和修已经被发现，不得不承认在暗中保护道恩·唐泰斯。修也是一脸不解，他去盥洗室的时候，我记得你没有说话，也没有乱动，或许他也是位非凡者，有某种灵性直觉。福尔斯不太确定的猜测着，道恩·唐泰斯先生的生活真是艰难啊，一边时常遇到贵族富豪间的倾轧，一边不仅家里藏着研究黑魔法的管家，而且附近还存在能力神秘的非凡者。对了，他叫什么？
海柔尔修正在寻找道恩唐泰斯的马车，准备躲藏至下面，目光忽然有所凝固。福尔斯，你看，那个人行为有点异常。福尔斯循着他的视线望了过去，看见了一位身着黑色正装的中年男士，他正在街道边缘来回踱步，显得很焦虑很急躁。哪里异常了？福尔斯没那个时间仔细观察，直接问道。修简单回答道，他穿着像是体面的绅士，可鞋很脏，似乎有一段时间没有擦过了。你知道的，贝克兰德的灰尘很多。还有，他时不时摸腋下位置，我敢打赌，那里可能藏着一把手枪。除了这些，他的表情和他的姿态都说明着他的异常。他们快出来了，我先去马车那边，你注意这个人，注意保护唐泰斯先生。好，福尔斯一边觉得好麻烦，一边又颇感兴趣，于是退至有遮挡物的地方，密切注意着英蒂斯塞伦佐餐厅的门口。20-30秒后，道恩唐泰斯和马赫特一家走了出来，互相道别，准备前往各自的马车。就在这个时候，一辆2轮马车从街头冲了过来，速度极快，随时会倾倒。拉车的马匹眼神疯狂，似乎受到了惊吓，慌不择路的就撞向了英蒂斯塞伦佐餐厅门口。马赫特的2位保镖一个迎了上去，试图制服这匹金马，一个保护着议员、夫人和小姐，向旁边退去。这时，那个徘徊的中年男士从背后大步靠近，掏出一把左轮，表情扭曲的瞄准了马赫特议员的脑袋。克莱恩的右手微不可见的抬了一下，又收了回去，什么都没有做。他轻巧一个跳跃，避开了金马的正面。与此同时，躲在另外一侧的福尔斯手掌轻轻握住，往旁边拉了一下。那个袭击者的脚下突然一软，似乎绊到了什么东西，直接摔倒于地，没来得及开枪。他心中一急，将手一撑，猛地跃起，就要不做瞄准的疯狂开枪。可是他手指扣动，却什么都没碰到。他的那把左轮在刚才已经摔掉，落于海柔尔脚旁。紧跟着，他和金马同时被保镖制服了。为什么要袭击我？马赫特议员克制住内心翻滚的情绪，上前一步，沉声问道。那个中年男士顿时哈哈大笑，表情癫狂的喊道：都是你，都是你们，说什么大气污染，说什么要用无烟煤，我的工厂破产了，我的孩子病死了，我的妻子自杀了。第129章福尔斯的梦。听到那个中年男人的呐喊，看到他扭曲的表情，海柔尔原本充满愤怒和痛恨的眼神逐渐凝固，融化出少许茫然与迷惑。不仅是他，马赫特议员、利亚娜夫人和旁边的道恩唐泰斯同样沉默了下来，短暂竟无人开口，就连躲在遮挡物后面的福尔斯也失去了刚才的兴奋，不再有强烈的正义感。过了10来秒，马赫特不再看那位袭击者，扭过脑袋对自己的保镖道：你们留一个在这里看守现场和犯人，等待警察过来。说到这里，他顿了一秒，转而对贴身男仆道：通知几家报社的记者来采访这件事情。初步做出处理后，这位下院议员环顾了一圈，发现不少路人试图聚集过来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遂望向道恩唐泰斯，抱歉一笑道：不好意思，让你经历了这样的危险，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其实有考虑类似工厂主和煤矿主的实际处境，给了一些帮助和过渡的方案。谁知道制定方案是一回事，具体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当大气污染的治理变得异常急迫，各方面都给予了极大压力时，一刀切的出现毫不让人意外。克莱恩叹了口气，自嘲笑道：不用太在意我的感受，过去我经历过比这更危险的情况。他表面是在说自己于南大陆西拜朗做生意时的遭遇，实际却回想起了孕育邪神子嗣的梅高欧斯从天而降的恐怖陨石，想要给艾弥留斯上将生孩子的新西亚和造成拜亚姆城外山峰坍塌的玫瑰学派天使和灵教团怪物。比起这些，刚才的事情简直就像半空坠落的一滴细雨，根本不需要在意它本身。克莱恩考虑到修魔术师小姐2位保镖和海柔尔的存在，甚至没有出手，只是做了有经验者的正常闪避。他关注的重点在于这是否会接续一场暴雨。马赫特叹息点头道：看得出来，你非常镇定。我曾经有点怀疑你说的那些经历，现在真正相信了。好了，道恩，我们分别回去吧，剩下的事情交给警察们，如果有必要录取口供，他们会到你家里来完成。克莱恩点了点头，对马赫特一家道：你们注意后续的安全。马赫特议员郑重颔首，
又一次叹息道，贝克兰德社交季刚拉开帷幕，就发生了这件事情。珍惜现在的平静吧。贝克兰德社交季的标志是上院贵族议员们回归这里，似乎上周末才开始，而这周已连续发生2起事件了。对辛德拉斯男爵的陷害，对马赫特议员的袭击。念头纷呈间，克莱恩未作停留，带着明显有点害怕的贴身男仆理查德森走向了自己的马车，坐了上去，看着窗外的景色缓缓后退，克莱恩无声吐了口气，半闭上了眼睛。他暂时无从判断这次的袭击是否有非凡力量的参与，因为各个环节都是普通人能够做的、能够完成的，而那位中年男士的理由也足够充分，这不需要刻意伪造。克莱恩相信目前的贝克兰德有类似遭遇的前工厂主或失业的雇员不只有这么一个，唯一让他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在于，为什么袭击的目标是马赫特？虽然这位下院议员确实是大气污染治理的支持者、鼓吹者，经常在议会上做相应的演讲，并时不时接受报纸的采访，但绝不是法案出台过程中最引人瞩目的那位。相比较而言，王国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更可能被挑选为报复的目标。克莱恩靠住箱壁，缓缓张开眼睛，只见窗外夜色已深，云层重叠，雨点正急促滴落。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贝克兰德这平静的水面下，漩涡越来越大，越来越剧烈。收回思绪，克莱恩微抬左掌，触碰了一下衣兜，那里面装着疑似来自弗兰克里的回信和不知什么品种的蘑菇。克莱恩很想回到家中，就进入灰雾之上，用新获得的蘑菇与蠕动的饥饿沟通，从而能再次利用这件封印物。在暴风雨已开始酝酿的情况下，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尽快恢复最顶峰的战斗能力，而这方面蠕动的饥饿必不可少。可惜他身边还跟着2位非凡者保镖，最近得尽量不去灰雾之上。明明不用保护，却花了好几百磅请2个限制我行动的人过来，真是富翁的无奈啊。克莱恩于心中叹息了一句，端起了理查德森刚弄好的红茶。他轻轻抿了一口，脸部肌肉顿时有点紧缩，旋即又舒展开来。克莱恩的视线随之往下，发现红茶的柠檬片比正常多了1倍。他不着痕迹地扫了旁边的理查德森一眼，看见这位贴身男仆的神情有点恍惚，似乎还沉浸于刚才袭击案带来的惊吓中，一如既往的胆小。克莱恩于心里评价了一句，将手中的古瓷茶杯放到了桌上。深夜，伯克伦德街39号马赫特议员家，海柔尔坐在梳妆台前，看着蹲在粉饼盒上的灰色老鼠，沉默许久道，我爸爸做错了吗？他推动的明明是一件好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对所有人都是有利啊，总会存在利益受损者，这种时候相应的法案或者计划就要有考量，有弥补，有帮助。如果你的父亲有做这方面的事情，那问题不在他身上，相反则说明他冷酷残忍。那老鼠随口敷衍道。海柔尔仔细回想了几秒，表情松弛下来，转而说道，晚餐的过程中，我有察觉包厢内一个橱柜里藏着非常贵重的物品，可之后找机会打开时却什么都没有发现。那老鼠怔了一下，思索着说道，那或许是道恩·唐泰斯的保镖，他最近刚卷入一起自杀案件，据说涉及了辛德拉斯男爵，请些保镖做案中的保护很正常。橱柜里的保镖可能也具备超自然的力量，携带有神奇物品，所以被你感应到了。海柔尔轻轻点头，接受了这个解释，下意识自语道，不知道那些保镖会有什么样的超自然力量。说完，他疑惑地扫了灰色老鼠一眼，你怎么知道道恩·唐泰斯卷入麻烦案件的？老鼠吱了一声道，我现在的状态非常适合偷听别人的讨论。说话间，他望了望伯克伦德街160号方向，目光闪烁了2下。轮班睡觉的福尔斯只觉自己飘飘荡荡来到了一片古老而雄伟的宫殿内，里面摆满了各种非凡材料和神奇物品，甚至还有2张模糊的塔罗牌。可是他却一样都没法取走，这些物品都被无形的力量封印着。福尔斯四下张望，试图寻找破除封印的办法，终于他看见穹顶上会刻着一个复杂的象征符号，这是命运与隐匿结合的符号，找到有会刻这个符号的物品，就能开启一处宝藏的封印。福尔斯顿时产生了这样的明悟，豁然醒了过来，发现自己正蜷缩于房间地毯上，盖着薄薄的丝被，他和修都不敢睡那张安乐椅，害怕被经常坐那里的道恩·唐泰斯察觉到不对。揉了揉额角，福尔斯翻身坐起，看见修正背靠通往主卧室的墙壁。
很认真的监听着周围的动静。我感觉这里是不是有隐藏什么秘密？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到了夸张的宝藏和复杂的符号。福尔斯一边走向修，一边皱眉说道。作为一名占星人，他直觉的认为刚才的梦有问题。修见福尔斯的表情很认真，将怀疑的话语压下，想了想道，或许真存在什么秘密。我曾经听过一个属于神秘世界的谚语，它是这样的：当某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非凡元素，那必然存在第二个，不算还无法判断有没有掌握非凡力量的管家。那位海柔尔小姐是第一个非凡元素，她的附近，或者说这片街区，应该还存在第二个。福尔斯轻轻点了下头，旋即笑道，不过这和我们都没有关系。明天傍晚，我们就能领取报酬，结束保镖任务，离开这里了。最可怜的始终是道恩·唐泰斯，无辜、普通，却又不得不和麻烦事件和非凡元素相处。说到这里，福尔斯看着修，开起了玩笑，快说，愿女神庇佑他。我是蒸汽与机械的信徒，没法这么做。修认真考虑了2秒，在胸口画了绯红之月，虔诚低语道，愿女神庇佑道恩·唐泰斯先生。福尔斯已从睡意中彻底摆脱，伸手掩嘴，打了个哈欠道，我在房屋内走一走，巡查一下，你等1刻钟再睡觉。好，修的精力明显比福尔斯充沛。福尔斯当即转向门边，伸手在墙上一按，就已来到了走廊。他正要走向楼梯，忽然察觉到道恩·唐泰斯贴身男仆睡觉的那个房间有轻微动静发出。福尔斯眼眸微微转动，谨慎的靠拢过去，于墙上开了个小门，将眼睛凑了过去。他随即看见理查德森在跳略有点癫狂，带着些神秘味道的舞蹈。领悟，这个男仆不是信仰黑夜女神吗？他暗中在崇拜死神。福尔斯皱眉看着理查德森跳完了领舞，看着对方低声祈求死神保护，让他避开各种危险。等到一切结束，福尔斯啧摇头，无声自语道，可怜的唐泰斯先生。第130章好心提醒。回到有大阳台的房间，福尔斯望向背靠墙壁的修，压低嗓音道，你猜猜我看见了什么？那个男仆，唐泰斯的贴身男仆，竟然是死神的信徒，刚才在跳领舞祈祷。修豁然睁大眼睛，旋即放松了表情。对唐泰斯先生而言，这只是一个排在很后面的问题，或许就出生于那里，所以他暗中崇拜死神并不太让人意外。福尔斯笑着回应了一句，我知道，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道恩·唐泰斯这位富翁身边藏着秘密的人会不会太多了一点？如果有一天发现这栋房屋内除了他，包括女管家、女佣、园丁、车夫、蚯蚓、虫子、老鼠在内的所有生物都与神秘和非凡有关，我感觉我不会太惊讶，轻松就能接受这个事实。修又白了好友一眼。真要是这种情况，那道恩·唐泰斯先生也不会简单，周围都是非凡者和超凡生物，只能说明他也许是邪神的子嗣或者地上的天使。不等福尔斯将话题发散出去，修转而问道，你刚才不是说做了一个涉及宝藏的很奇怪的梦吗？为什么一点也不好奇？没有考虑它究竟象征着什么，有没有可能真的存在？福尔斯呵呵笑道，这样的梦往往意味着很大的麻烦，很多的危险，以后有机会遇到那个象征符号再考虑吧。他嘴上这么说，心里真实的想法却是，这梦有不小的问题，谁知道会不会有阴谋？还是下周到塔罗会上向倒吊人先生、隐者女士还有世界先生请教一下，再决定怎么做。他们都是经验丰富、实力强大的非凡者，说不定有类似的经验。你成熟了不少。修微微点头，背部用力弹离了墙壁，走向刚才福尔斯睡觉的地方。成熟？福尔斯嗤笑了一声，靠拢好友，挺直了腰背，俯视起对方的发旋。不等修恼怒，他又叹了口气道，你才真的成熟了。我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你做事靠直觉，仲裁靠拳头，时不时还会迷糊的犯点错误，迷失道路。现在好了很多。修怔了怔，侧躺下去，将薄薄的丝被裹于身上，背对福尔斯嘟囔了一句，我迷路的主要原因都是你在旁边拖累。福尔斯干笑2声，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道，这是学徒途径的固有特点，和我本人无关。他见修已躺下，遂走至靠主卧的墙壁，认真的做起保镖。夜色一点点褪去，天空逐渐亮起。克莱恩起床用过早餐，连续接受了2波警察和一批记者的拜访，他们有的为卡隆自杀案的更进一步调查而来，有的想掌握马赫特议员遇袭事件的更多细节。
在管家瓦尔特的安排下，道恩唐泰斯依次与他们会面，很快就处理好了这些事情。等到午后，马赫特议员突然上门，略显急促地对克莱恩道：“陪我去俱乐部打场网球。”他加入的俱乐部有好几个，但与道恩唐泰斯存在交集的只有一个——东拜朗退伍军官俱乐部。这是要敲定那笔军火生意了。克莱恩明悟了对方话语里潜藏的意思，当即让贴身男仆理查德森取来外套、礼帽和手杖，乘坐自己的马车，跟着议员先生一路来到希尔斯顿区那栋沙黄色的独特建筑前。进了俱乐部，还是之前那个房间，克莱恩又一次见到了长着张驴脸的国防部陆军上校加尔文。习惯性做了几分钟寒暄后，加尔文终于步入了正题，看着道恩唐泰斯，呵呵笑道：“我听马赫特讲，你可以一次性拿出2万英镑，虽然这比较勉强，但确实可以。”克莱恩嘴角上翘的回应道。加尔文满意点头，沉吟着说道：“暂时用不了2万镑，预备给你的那批枪支、弹药和少量火炮会在东拜朗某个仓库内，数量相对不多，也就能武装3、4千人的样子。按报废价计算，顶多1万镑。当然，你得给我15000镑。”他说的一点也不遮掩，似乎这已经是鲁恩军队内部的常态。没有问题。克莱恩表情平静的颔首道。加尔文顿时笑了一声：“很好，马赫特的眼光很不错，要想做成这方面的生意，就绝对不能吝啬。那批军火在西拜朗至少值2万镑，如果你能找到合适的买家，能发挥自己在那里的经验，完全可以卖到3万镑甚至更多。对了，途中的运输和保管费用由你自己承担，我们只会派2、3位人员辅助你，果然会有监督者。”克莱恩沉稳听着，觉得自己有必要催一催新制上将和达尼兹，让他们尽快给自己西拜朗的情报。他沉吟了下道：“大概什么时候开始？那批军火放入相应的仓库还有2周，之后什么时候开始，由你决定。你不用直接付全款，先给8000到1万镑，等到事情结束再出尾款。”加尔文摆出了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2周以后，接近月底了，那肯定要参加完命运之蛇的出生宴再走，还等着他的脐带血呢。克莱恩思绪一转道：“我前期得做些准备工作，大概7月初去南大陆。”加尔文和马赫特议员对视了一眼后，轻抚手掌道：“没有问题。”东拜朗退伍军官俱乐部外面，休和福尔斯藏身于附近建筑的屋顶，监控着周围人来人往。休很清楚这个俱乐部内有不少非凡者，所以没敢让福尔斯带着他潜入进入，为道恩唐泰斯提供近距离的保护，只能等在外面。还好这里是贝克兰德，哪怕这个季节没什么雾气，也不会缺少云层，太阳不算猛烈，要不然我的皮肤肯定又得被晒红了。福尔斯缩在阴影里，随口咕哝道。休正要说话，忽然看见一辆马车行驶到了俱乐部后门，它整体呈棕色，有一个标志性的纹章，纹章的主体是花和指环。斯特福德子爵的马车。休无声自语了一句，忙睁大眼睛，聚集了注意力。他旋即看见那熟悉又陌生的人影走下马车，在几位保镖的簇拥中，进入了东拜朗退伍军官俱乐部。怎么了？福尔斯察觉到了好友的异常，休没有隐瞒，坦然说道：“我看见了斯特福德子爵，他也来了这个俱乐部。”那位宫廷侍卫长。福尔斯略感愕然的反问道。休重重点头道。福尔斯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环顾四周，假装在监控异常。过了一阵，他们看见道恩唐泰斯走了出来。下午时分，伯克伦德街160号又有访客上门，这次是考伊姆公司的大股东玛丽夫人。很抱歉，我的请求让你卷入了这个麻烦，我没想到辛德拉斯男爵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可怜的卡隆，他正计划带家人去岭东郡度过夏天。玛丽笑特充满歉意又带着愤恨的说道。克莱恩很是平静的回应道：“我赞同你对卡隆的看法，他真是不幸。不过这件事情也许不是辛德拉斯男爵做的，这很可能是针对他的陷阱。”玛丽夫人郑重点头道：“我有听闻这个猜测，据说警察部门正计划请一位厉害的法医帮忙解剖尸体，寻找被遗漏的线索。”他后面半句话听在克莱恩耳中，自动替换为了警察部门计划从黑夜教会请一位厉害的通灵者检验尸体，寻找被遗漏的线索，不知道会发现点什么。克莱恩抬起右手，在胸口顺时针点了4下道：“愿女神庇佑卡隆安息，杀害他的真正凶手必将得到惩处。”玛丽夫人以同样的礼仪回应，然后说道：“
为了不让你再被这件事情影响，我打算提前收购你手里的股份，并在当前最高价的基础上额外溢价1000镑。你不用担心我的资金，我最近一直忙碌的事情就是从银行借钱。克莱恩叹息笑道，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但你要谈股份的提前转让，得去找教会，我已经捐赠给了他们，打算用换取来的收入建立一个针对平民的助学基金。玛丽夫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一时颇为震惊，说不出话来。过了足足10来秒，她才悄然吐了口气道，你的品格，你的慷慨，你的智慧，都让我非常佩服。说话间，他望着道恩·唐泰斯的目光又多了几分赞赏。克莱恩谦虚的将功劳都推给了女神，接着顿了顿，表情严肃的问道，玛丽夫人，我有一个问题，希望能得到你的解答。你决定和辛德拉斯男爵对抗，保住对考伊姆公司的控制权时，是纯粹出于内心的感情，还是有被人劝说的原因？玛丽夫人微皱眉头，坦然回答道，对我的劝说都是让我放弃。克莱恩顿时沉默了下来，未再多讨论这方面的话题。闲聊了一阵马赫特议员遇袭事件后，就送对面的夫人离开了伯克伦德街160号。晚餐之后，他的管家瓦尔特来到那有着大阳台的半开放房间，对坐在安乐椅上的雇主道，先生，已经送走了那2位赏金猎人，3天共计花费300镑，不含提供的食物，总算走了。克莱恩豁然放松下来，点头认可了管家先生的回复。接着他迫不及待地进入主卧，准备翻出弗兰克里寄来的那些蘑菇，带到灰雾之上，与蠕动的饥饿沟通。当他来到藏蘑菇的书桌前方时，却看见上面有一封被墨水瓶压着的信。克莱恩略感疑惑的拿起，拆了开来，快速浏览了一遍，表情随即变得颇为古怪。唐泰斯先生，我们是您请来的保镖，我们在这几天发现了一些事情，认为有必要告诉您，所以趁着您用晚餐进入您的卧室，留下了这封信。